破底翻之后，接下来的行情该如何看待呢？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频道过去呢都是从大级别看到小级别，不过我们这一次呢，我们先从小级别，我们先从4小时开始。我们可以发现啊，当前的行情啊已经走成了出现破底翻了。我们之前有强调过，比特币呢已经在同一个价位来回做测试，这已经是第5次了。你可以发现我们前面呢有1次、2次、3次、4次，那这是第5次。我们在第5次的时候呢，我们确实跌破了前低点，不过我们出现了破底翻。这个破底翻呢，我认为它是一个成功的破底翻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们看右边的上涨，它完全把左边的下跌呢完全给包裹起来，而且量能的部分呢，虽然说多头它没有压倒性的胜利，不过它也不输给我们左边空头的量能。那么这个破底翻呢，它有没有瓦解我们整个在更大级别，比如说在日线上的空头结构呢？我认为目前来说是没有的。那我个人当然也还没有做多啊。不过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啊，我们之前有谈到，在这个位置呢，我们出现了一个头肩顶。那这个头肩顶啊，价位到了什么价位哦？价格到了什么位置，我们就会失效呢？其实就是到右肩嘛。那右肩以当前的价格来看呢，是在26,460， 26,460。我们当前比特币反弹的最高的价位呢，是到了26,321，其实还差了100多美金。那这100多美金呢，如果说我们的右肩啊被超过的话，那这个头肩它就会完全的失效。我个人认为超过的可能性呢是挺大的，目前看是挺大的。那如果说没有超过的话，这个头肩就还是有效的。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哦，这个头肩当时在下破的时候呢，它其实我们收了后面的行情的时候呢，也就是我们出现第2根阳线啊，这根拉涨，其实如果说我们看着头肩顶跌破去做空的话，第2根阳线出现的时候，其实就可以走人了，因为它又把原本的颈线又给吞了回去。通常一个好的头肩底的结构啊，它只要放量下破了，它就会直直的往下落，它通常都不会有出现什么太强劲的反弹的，甚至回到我们的颈线之上。这种情况呢，在一个健康的头肩顶下破的时候呢，都是不应该出现的。不过我们在4小时啊，我们确实是出现了一个还不错的反弹，但我们拉到日线上来看呢，我们可以发现啊，它一样是没有逆转我们在日线上的空头结构的。那有人可能会说啦，我们同样都接触到了25,000美金的比特币，会不会我们跟前面一样产生了很大的反弹呢？那我们就可以比较一下这2段的行情啊。其实以目前来看呢，我个人认为啦，它是不会产生像前面这么大的反弹的。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上来看啊，但不排除我们之后又看了更多根 K 线之后，然后来验证这个可能性。但我们可以讲一下验证的过程。第一个就是，其实我们这波上涨呢，它可以确认的一个方式呢，就是我们可以画一条趋势线。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在突破趋势线的时候呢，它放出了非常巨大的量能。那现在是还没有啊。现在其实我们也一样有趋势线啊，我们的趋势线在这个位置，现在到了这条线上，这条线呢 ，OK。如果我们往上的话，大概在27000吧。如果27000这个位置破，哇，那其实跟我们前面的情况就会很像。那我们再看它有没有大的量能出现了。不过以当前来看呢，我们目前啊，它确实把前面的阴线给包裹起来了。但是我们如果观察量能的话呢，你可以发现，其实我们这根阳线的量能还是很小的，还是小于前面这根阴线哦。如果我们要产生像前面的这种上涨呢，你可以发现我们在破底翻之后呢，我们出现的阳线呢，它的量能呢，都是比前面的阴线要来的更强劲许多的。甚至是在我们突破了趋势线过后呢，我们的量能它有很显著增加的情况。那我们现在呢是还没有出现这个情况的。而且如果我们看我们在后面的这波下跌啊，它其实走的比前面要来的更弱势很多。那如果我们用目前在日线上呢，我们趋势的判断的话，我们其实可以定出一个最终的底线啊。就如果说我们前高，也就是大概在28,184的这个地方，如果被破了的话呢，那我们在日线上的空头走势啊，它就会被瓦解掉。这个是怎么去判断的呢？我们首先呢，可以先把我们判断成空头趋势的几个点先给画出来啊。我们画成白色的箭头好了，这样比较中性。可以看到，其实高低点它一定是一对一对的。如果说没有画成一对一对的话呢，那就是画错了，一定是画错了。好，我们这样是一对嘛，然后这样是一对，然后呢，我们这边产生的高点啊，我们确实创出了一个新低，所以我们现在呢，这个空头趋势呢，它就可以被确立了。那如果说我们这波反弹啊，反弹再怎么高，绝对不可以超过我们前高，也就是28,184。如果这个地方被超过了的话，
那我们的趋势呢，它就不是空头了。而且这个位置呢，其实前高点呢，它也非常关键哦，因为它就是我们在上方整个箱体的中轴。如果说我们又回到了这个中轴的上方的话，哇，那这个箱体是多是空，那还不一定，不过我们现在呢，它是在靠近箱体支撑的位置呢，来回的挣扎，它看起来是摇摇欲坠。不过现在出现了一个破底翻之后，如果能回到这个中轴，也就是前高的位置的话，那我们这波空头的趋势呢，在日线上确实会被改变。不过其实以当前的盘面来看呢，这一波反弹呢，它是没有把我们前面的空头走势给瓦解，所以其实我现在呢也一样，它在反弹过后呢，我也是等一个可以反弹空，或者说有机会可以反弹空的可能性。好，那从短期上来看呢，我们在前面这个位置啊，也就是26700-800左右的这个地方吧。如果这个地方被突破了的话，那我们这一波的反弹呢就还会再扩大。不过以当前的反弹的这个强度来看呢，这个地方它是不一定能到达的，它是不一定能到达的。好，如果大家想要注册 Big Get 的话呢，现在只要 KYC 就可以送你20U 的体验金，那也会随机空投$5到$30的数字盲盒，就里面有可能是比特币、以太坊或者说 BGB 等等等的。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注册 Bybit 的话呢，现在也有 KYC 入金$100就送$30现金的活动，而且这$30呢，它是可以直接提币走的，完全不用任何的开仓，完全不用，就直接送你$30，然后你可以把你充值的还有你送的这$130呢给全部提币走。加密货币行情具时效性，如果你不想错过下一个交易机会，请按下订阅按钮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加入 YouTube 最赚钱的比特币中文频道。